3年前，我的親生父母用我修复古董的天賦，包裝我一無是處的養妹蘇婉柔，使她成為名聲大噪的古董修復天才，卻誣我盜寶，親手把我送進這地獄。不是我，我是被冤枉的，是蘇婉柔。蘇燕女士，鑑於你身體狀況特殊，特批你提前出獄。蘇婉柔，你用卑劣的手段陷害我偷盜古董書畫，搶走我天才修復師的名號，偷走本該屬於我的父母寵愛。這一次，屬於我的榮譽和清白，我要親手拿回來。蘇燕小姐，恭喜你重獲自由。我是資深古董研究員陈文德。陈教授，您怎么来了？你还记得我，真是太好了。我等了你3年，蘇燕。我的研究团队現在缺一位真正懂失傳技藝的古董修復師，你願意加入我們嗎？陳教授，我現在身上背着盜寶的罪名，現在加入恐怕會影響您的聲譽。我陳文德收人只看手藝，不看出身，這是我的聯繫方式。只要你想通了，我的團隊大門隨時為你敞開。婉柔，快歇歇，這幅丘陵放毒圖你修了整整半個月，這補色脫玻的技術簡直天衣無縫。媽，只要是為了咱們漢墨堂的名聲，柔兒不怕累。爸，您看看這筆注還合規矩嗎？好，不愧是我蘇建國培養出來的女兒，這手藝在整個臨江市的年輕一輩裡絕對拔得頭風。那是自然，後天陳文德教授就要親自登門鑑賞了。要是陳教授看中了柔兒的資質，收為徒弟，那咱們蘇家可就徹底飛黃騰達了。陳教授是古董修復界泰斗級的人物，我只求能得陳教授指點一二，不敢奢求太多。柔兒放心，陳文德最看重真才實學。是，你現在名聲在外，這徒弟的位置非你莫屬。蘇燕，苏燕，你不是應該在裡面服刑嗎？怎麼出來的？提前出獄了。怎麼，爸媽看到我活着回來，你們很意外？出獄了也不打個招呼，成心嚇我們是不是？前天我往家裡打過3次，有人接嗎？姐姐，對不起啊，那時候家裡的座機響，我還以為是騷擾電話呢，就給掛了。要是知道是姐姐，我一定去接你。回來就好，這2天全家都在忙。你妹妹剛把清代的丘陵放圖修復完，後天陳文德教授還要親自登門鑑賞，難免疏忽了你。蘇婉柔，你還會修古董呢？3年了，還拿着當初從我這裡偷學的半吊子技藝招搖撞騙，倒真把自己當成天才。放肆！怎麼一回來就找茬？3年前要不是你行事失當，趁着修復古畫的時候把宋代西山丘吉圖的真跡調包調賣，蘇家至於差點破產抬不起頭嗎？我都說了不是我，調包古畫害得蘇家蒙羞的另有其人。姐姐，爸媽特意讓我給你送碗燕窩溫補一下。這2天你辛苦了，收尾工作做得怎麼樣了？快好了，正在做最後的裝裱加固。你把湯送下就出去吧。姐姐，別這麼冷淡嘛。爸媽說了，等這幅畫交付完，就給你辦個人工作室，我來幫你遞工具。對不起姐姐，我太不小心了，把你衣服都弄髒了。這顏料要是蹭到畫上就不好了，你快去洗手間洗洗吧。姐姐，你快去洗手間用肥皂洗洗，這乾了就洗不掉了。畫交給我看着，我就站在這兒，絕對不碰它。蘇燕啊蘇燕，這麼多年了，你還是對我沒有一點防備心。今天我就給你好好上一課。蘇燕，這次我看你怎麼玩得過我。蘇婉柔，你沒碰畫吧？怎麼會呢，姐姐？這麼重要的東西，我可不敢亂動。姐姐，既然已經大功告成，把字簽了吧。韓總那邊急着要拿去走見證程序。好。當年的事你做的確實天衣無縫，只可惜天理昭彰，假的永遠真不了。夠了！你坐了3年牢，一點悔改之心都沒有。一回來就血口噴人，冤枉你妹妹，你太讓我們失望了。姐姐剛出來，心情不好可以理解，
我不怪姐姐，咱們是一家人，有什麼話好好說。姐姐，我只是想安慰你，你為什麼要劃傷我？你幹什么？刚回來就動手傷人？不是我，太過分了！如果婉柔的手有個3長半短，今天饒不了你。快帶柔兒去醫院！再等等，這一切就快結束了。只要把時欽分蓮法完整重現出來，就能證明蘇婉柔一直在偷我的手藝。只剩2天了，這幅明代秋山平遠圖殘卷是我洗清3年前冤屈的唯一籌碼。蘇婉柔，屬於我的東西，你一樣也守不住。婉柔，多吃點補補，你這手可是要用來修復古董的，千萬不能落下病根。都怪蘇燕那個喪門星，一回來就見不得你好，下手這麼狠。副管家，蘇燕呢？大晚上的她跑哪兒去了？大小姐一回來就把自己關在後院的封闭畫房裡，一直沒有出来。混账！下午劃傷了柔兒的手，我還沒找她算賬，她倒在畫房裡給我擺起譜來了。爸，您別生氣，姐姐在裡面受了苦，心裡有怨氣是應該的。我還給姐姐買了禮物，想給她道歉呢。也許姐姐不是故意劃傷我的。婉柔就是懂事，受了委屈還替別人着想，不像某些人坐了牢還不知悔改。柔兒，你放心，今天爸一定做主，讓這逆女給你賠禮道歉。你這個死丫頭，一回來就拉着張臉給誰看？連最起碼的規矩都忘光了嗎？規矩？你們如果真講規矩，3年前坐在牢裡的就不是我了。你竟然還敢頂嘴！姐姐，你別生氣了，這是我特意給你買的百合花，之前的事是我不好，你就原諒我吧。不用了。姐姐，你是不喜歡我送你的花嗎？蘇婉柔，我不能碰百合花，你還是自己留着吧。蘇燕，你妹妹好心好意給你買花道歉，你什麼態度？蘇燕，一束花而已，有什麼碰不得的？你是不能碰，還是瞧不上你妹妹送的東西？姐姐，你到底是不喜歡花還是不喜歡我？你要是討厭的話，我以後不在你面前出現就是了。你這樣對我真是太傷心了。蘇燕，你差不多行了，趕緊把花收下，別讓你妹妹下不來台。我說了，我碰不得花，我對花粉嚴重過敏，只要碰了就会進急診的。我是你媽，我怎麼不知道你過敏？這是婉柔為了你特意買的，我看你就是不想接受婉柔的好意。蘇燕，現在就給我當着全家人的面，把柔兒送的花拿着，別給臉不要臉。我說了，我真的碰不了花，花粉過敏會要我的命。姐姐，你就算再討厭我，也不用拿這種事情找借口吧？難道我在蘇家連送姐姐一件禮物的資格都沒有了嗎？你看看你，怎麼能這麼說你妹妹？她一片好心，你就這麼糟蹋？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趕緊收了花，給柔兒道歉。装，你接着装，我就是一束花，装出這副要死要活的樣子給誰看？苏燕，別在這演戲了，你不就是想用這種手段博取我們的關心嗎？你的目的達到了，趕緊起來。姐姐，你快起來吧，爸媽都很關心你，你就別再耍脾氣了。姐姐，你推我幹什麼？我只是想扶你啊。柔兒，你怎麼樣？有沒有摔疼？媽，不怪姐姐，是我自己没站穩。夠了，不要再替他說話，趴在地上就趴着吧，我們走。大小姐，我送你去醫院吧。不用了，我還有重要的事要做。姐姐，你看，這是我去年得的獎盃，青年非遺傳承人，全省只有1個名額，你說好不好看？拿着我3年前的修復作品去申獎，蘇婉柔，你可真不嫌丟人。丟人？哼，現在所有人都只認我蘇婉柔，你就是個背負污名的人，以後誰還敢找你修畫？你這輩子就乖乖的待在陰暗的畫房裡，拿別人的心血裝點自己，就一輩子只能活在我蘇燕的影子裡，永遠只是一個傀儡。你胡說什麼？姐姐，我只是來跟你分享榮譽的，你為
什么要动手？苏叶，你居然还敢对你妹妹动手！是她自己倒在地上的，我没碰她。苏燕，我警告你，就算3年前你是汉墨堂的实际修复人又怎么样？婉柔现在已经得到了陈文德教授的认可，明天陈教授就会收婉柔为徒。你再敢作妖，就别怪我不顾及妇女情分。再让我看见你欺负婉柔，我立刻把你送回监狱去。姐姐，这幅画的修复方法我要研究一下，明天这幅画就是我送给陈教授的拜师礼。我们走，把门给我锁死，让他在这里好好反省。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出来。放我出去！开门！我没时间了，我真的没时间了。这幅画修复笔记我必須完成，這是我洗清冤屈的最後希望，我一定不能讓蘇婉柔得逞。大小姐，这都2天了，您在里面好歹吱個聲，吃口熱乎飯吧。不許開門！他不是有骨氣嗎？讓他在裡面好好餓着，等他想明白怎麼給柔兒道歉了，再放他出來。這屋裡什麼味兒？悶死了！蘇葉，你到底幾天沒出門了？諾，這都第3天了，我也懶得跟你計較。這是你以前最愛吃的茉莉蓮子涼糕，趕緊起來吃了。死丫頭，你還蹬鼻子上臉了是不是？你瞧妹妹多懂事，昨天還給家裡買了補品，說是要孝敬我們。你呢？剛出來就鬧事，還裝不舒服，你爸氣得血壓都高了。你給我起來！長輩跟你說話，你聾了是不是？媽，小姑姑來了。知道了。嫂子，我聽說阿燕出獄了，特意來看看她。你瞧瞧，正趴那兒跟我們使性子呢，怎麼說都不理。蘇燕，你小姑姑來看你，還不快起來打招呼？阿燕，姑姑來看你。蘇燕，小姑姑跟你說話呢。阿燕，你是不是身體不舒服啊？跟小姑姑說。你別理她。她前2天搶婉柔的獎盃沒搶過，自己把自己關在屋裡面毒氣。這死丫頭打小就這倔脾氣，別慣着她。嫂子，阿燕畢竟剛回來，你們也該多關心關心。阿燕，小姑姑帶了你最喜歡的糕點。蘇燕，姑姑跟你說話呢，立刻給我起來！夫人，陈文德教授已經到前廳了，老爺請您趕緊過去。陳教授來了，別管他了，咱去前廳吧。那阿健怎麼辦？就讓他這麼趴着？別管他，就讓他在這兒待着，省得出來丟人現眼。陳教授，您嘗嘗這茶，是上好的龍井。怎麼不見蘇家大小姐蘇燕呢？蘇燕在後院畫房呢，我去叫她。陳教授，大女兒生性頑劣，難登大雅之堂。咱們還是先來看婉柔修復的這幅《丘陵放毒圖》吧，這可是婉柔耗費半月心血的佳作。蘇老闆，這就是你們蘇家所謂的天才修復？陳教授，這有什麼不妥嗎？這幅畫在補色時筆觸質子毫無補畫神味，更嚴重的是拖報用的漿水比例不對，導致紙面已經開始出現線書的起翹。我是按照最正統的修復古法修的，手機上就是這麼寫的，怎麼會出問題呢？那我哪裡弄錯了？蘇婉柔，3年前我見過蘇家送展的那幅唐代殘卷，那上面展現的控制水分、筆尖力度堪稱神迹。可今天這幅畫手藝平庸至極，你確定3年前這些驚豔業內的作品真的是出自你手？阿燕，小姑姑知道你心裡委屈。當年蘇家對外吹噓婉柔是100年難遇的修復天才，其實那些真正高難度的古畫，哪一幅不是你在半夜偷偷修好的？可你再怎麼委屈，當年也不該一時糊塗去掉包西山丘舊圖啊！如今你出來了，聽小姑母一句勸，就踏踏實實過日子吧。阿燕，阿燕，阿燕，你醒醒，小姑母跟你說話呢。哥，阿燕她好像出事了。怎麼了？出什麼事兒？趕快帶我去看看。哼，能出什麼事兒？那丫頭又耍什麼花樣？陳教授，讓您見笑了。我這大女兒打小就性子野，
剛從裡面放出来，正跟家裡鬧脾气呢。素颜，陈教授在这儿呢，你还装什么？说什么？立刻给我起来！姐姐，你别闹了，陈教授来家里了，你就算不认我这个妹妹，也不能在陈教授面前坏了苏家的名声啊！你先起来，我给你道歉好不好？没有呼吸了，他真的没气息了！到底怎么回事？好好的人怎么会这样？这丫头前2天不还好好的吗？怎么就走了呢？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苏管家，苏管家，快找几个人把她抬走！姐，她是自己想不开走的。自己想不开？她嫉妒我拿了非遗传承人的奖杯，一时想不开才把自己关起来。没錯，確實是這樣的。這是石青分染法的改進技藝，還有3層接寶法的詳細步驟，這可是失傳了近100年的技藝啊！蘇婉柔，蘇燕臨走前修復的那幅古畫在哪兒？這筆記上面的方法技藝是他寫出來的。陳教授，您怎麼會知道蘇燕？您早就認識她。3年前，在全國青年古董修復師交流會上，我偶然遇到了蘇燕。與蘇燕交流後，我發現她在古董修復上很有天賦，我想立刻收她為徒，可她卻婉言拒絕了，隨後便徹底失蹤。都怪我，都是我沒有照顧好燕兒。你是蘇燕的家屬？是，我是她的媽媽。我是蘇燕生前的主治醫生。你們不知道蘇燕得了肺部重疾。重疾？她怎麼從來沒跟我們說過？嚴重的肺部重疾，你們作為家屬，竟然連孩子生病都不知道。醫生，也就是說她本來身體就不好是嗎？是，但是肺癌晚期加上重度花粉過敏引發的急性喉頭腫，沒有得到及時的救治，加速了她的病情惡化。就是一束百合花而已，怎麼這麼嚴重？病人被發現時，過敏反應已經發生超過24小時了。過敏發作的時候，只要及時給他吃過母米藥，或者立刻送醫，他根本不會死。你們作為家屬，當時在幹什麼？這不能怪我們啊，那是姐姐自己脾氣倔，我們怎麼知道她過敏了？對，不能怪我們，是這孩子自己命不好，他什麼都不跟我們說，我們哪知道這些，都是他自己作的。到底是不是他爸媽？人都死了，你們居然還在推卸責任！行了，醫生，立刻開死亡證明吧，盡快火化。晦氣，真是晦氣！那丫頭死了還給我們找麻煩。媽，咱快走吧，我感覺這陰森森。瞎說什麼？這是醫院，有什麼怕的？姐，你沒死。大白天疑神疑鬼的叫什麼？建國，蘇燕走都走了，可我這心裡總覺得不踏實。你說，要是沒那丫頭在背後撐着，咱們漢墨堂以後那些高難度的修復活誰來幹？你慌什麼？這3年婉柔名聲在外，大大小小的修復工程做得足夠漂亮。沒了蘇燕，漢墨堂的招牌靠婉柔也立得住。婉柔那手藝應付普通的破畫還行，真遇到那些價值連城的古董，根本下不去手。要是砸了招牌怎麼辦？你別忘了，韓氏集團的董事長韓天成那老家伙當初承諾過，只要咱們幫他用贗品調包那幅宋代的西山丘教圖，他給咱們的資源和分成，足夠咱們蘇家一輩子衣食無憂了。這倒也是，不過說起來，蘇燕那丫頭在古董修復上還真有點本事，連那個眼高於頂的陳文德教授都對她念念不忘。爸媽，我拿到全國古董修復大賽的參賽資格了。全國古董修復大賽的參賽資格證？真的，婉柔你太棒了。沒錯，這次大賽的冠軍不僅能直接拿到市裡1000萬級的古董項目資源，還能直接面試進入陳文教授的國家級研究團隊。哎呀，我的好柔兒，你真是爸媽的驕傲！只要進了陳教授的團隊，咱們蘇家可就徹底站穩腳跟了。蘇燕，你就算走了，也別想再壓我一頭。蘇家漢墨堂真正的招牌，從來只有我蘇婉柔一個人，以前是，以後也絕對只能是我。這次大賽的題目據說難上天，直接拿頂級殘卷做考題，難也值啊！冠軍能直接進陳文德教授的國家級修復團隊，那可是萬里挑一的機會。柔兒真棒，能來參加這麼高規格的比賽。我們柔兒可是獲得過青年非遺傳承人獎杯的，今天這冠軍勢在必得。哎呀，蘇老闆、林夫人，恭喜恭喜啊！婉柔小姐今天一出場，這冠軍基本就定下了。誰說不是呢？婉柔小姐可是咱們省城有名的古董修復才女，蘇家的漢墨堂又是100年老字號，別人哪比得上？各位前輩謬讚了，婉柔只是盡力而為，冠軍一定是我。我的好姐姐，你就在天上乖乖看着，我是怎麼替你成為天才修復師的。
陈教授好。苏婉柔，你们来了，准备的怎么样了？谢谢陈教授关心，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陈教授，这位是阿燕，真的是你吗？你没走，你回来找妈妈了是不是？这位夫人，你认错人了，我叫穆青。不可能，你分明就是苏叶，这没眼，我不会认错的。妈，你干嘛呢？姐姐3天前就已经火化了，你最近天天睡不着，思念过度都產生幻覺了。陈教授，這位女士是……忘了介紹了，這位是我剛收的關門弟子穆青，一直在海外研習古法修復，這次專程回國參賽，也是這次比賽的參賽選手之一。眉眼是有幾分像，但氣質差得也太遠了。再說陳教授怎麼會突然收個海外回來的徒弟？不對，肯定是我想多了。蘇燕確實已經走了，死亡證明還在家裡放着，怎麼可能死而復生？原來是陳教授的高徒，失敬失敬，是我夫人剛經歷喪女之干，最近精神有些緊繃，看誰都像我那大女兒，不小心冒犯了穆小姐，還請見諒。請全體參賽選手到準備區集合，首輪比試時間差不多了，先去準備區吧，別耽誤了首輪考核。哪裡冒出來的野丫頭，也配當陳教授的徒弟？可剛才爸媽反應那麼大，那張臉也確實像蘇葉。不對，蘇葉明明已經死了，難道真是我想多了？穆小姐年紀輕輕就能當陳教的關門弟子，一定是技藝非凡。我瞧着你格外眼熟，我們以前是不是在哪裡見過？蘇燕左耳後有一顆淡褐色的小痣，只要撩開頭髮確認，看你還怎麼裝。蘇婉柔，大庭廣眾之上對素不相識的人動手動腳，這是蘇家的家教。教授息怒，婉柔這孩子實在是太想念她姐姐了，一時情急失了分寸，真不是故意的。是啊，陳教授，姐姐走得太突然了，穆小姐和姐姐長得實在太像了，我一時看花了眼，這才有些失態，請穆小姐別見怪。我自然不介意，不過還請蘇小姐多把心思放在比賽上，畢竟人死不能復生。裝模作樣，不管你是誰，都只能是我的手下敗將。全國古董修復大賽第一輪正賽開始，賽題是現場修復古代殘損扇面，限時24小時。宣紙已經發脆，泥晶部分有剝落跡象，硬拉會毀了整幅畫，必須用師接法先把扇面從碎扇骨上脫離。過了這麼長時間，這丫頭的修復功底不減反增，這樣的天才一直埋沒在蘇家那塊泥坑裡，真是可惜呀。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丫頭，也配跟我站在同一個賽場上？冠軍的位置只能是我，陳教士的徒弟也只有我能當。結果我看那個穆青手法還挺老練，不會對咱柔兒有威脅吧？放心吧，我已經都打點好了，柔兒絕對能贏。蘇婉容選手修復的扇面脫剝平整，色澤飽滿，首輪通過晉級。這師接法用的老練，沒幾年功力做不到，小姑娘手法不錯啊。20號選手穆青，筆意渾然一體，古意流流完整，首輪比賽通過。壓線晉級罷了，穆青，真正的核心考驗還在後面。20號案台的幫布箱裡有一瓶去霉試劑，我要你用這個把原來的去霉試劑換掉。蘇小姐，這要是被發現了，我可是要丟飯碗的。怕什麼？出了事有蘇家人。這藥水裡加了高濃度的草酸，只要沾上古灸，纖維3秒鐘就會爛了。到時候他只會以為是自己配比失誤，怪不到你頭上。32進16考核正式開始，本次題目是古卷去霉，限時2小時。強硫酸，蘇婉柔，3年前你用調包劑害我，3年後你依然只有這點下三濫的手段，以為這點小事就能難住我？蘇婉柔，你當了我這麼多年的影子，怎麼一點長進都沒有？還是太不了解我了。這是古法草藥去霉，這丫頭竟然在現場盲配藥劑。把白葉和皂角搗碎，加入溫水過濾，再滴入少許白黃，就是古法草藥無損去霉法，既不傷纖維，還能形成一層天然的保護膜，比現代化學製劑更適合脆弱的骨質。時間到，請全體選手起立，接受評委打分。去霉很徹底，但釉面略顯乾枯，不過不影響大局，評分95分。這是古法草藥去霉，不僅去掉了霉斑，還用白芨的膠質重新鎖住了骨膠的纖維陣型，這種手段非常精湛。穆青選手98分，首名晉級16強。這怎麼可能？那藥分明被換成了強酒酸，他到底是用什麼方法修好的？你的身體真能撐到決賽嗎？聽師傅一句話，復仇固然重要，但你的身體更重要啊。師傅，我沒事，我這條命本就是撿回來的，在拿回清白之前，我絕不會倒下。你讓我暗中調查的，
3年前那幅西山秋泽圖的下落有线索了。那幅画一直被韩天成扣在私人仓庫里。韩氏集团董事长韩天志在寻找能用3层接法将它剥离的修复师。蘇家这些年一直在幫韓成行做這件事情。韓天成貪心不足，想一畫變3畫，獲取暴利。蘇婉柔那點半吊子手藝，後面的比賽你要多加小心。現在蘇婉柔已經盯上你了，蘇家不會輕易讓你奪冠的。我必須借助這次大賽的公眾專注度，在萬眾矚目下徹底撕開他們的偽裝。天哪！黑馬穆青居然對上了非遺傳承人蘇婉柔，這下有好戲看了。一個是古法奇才，一個是老字號正統繼承人，這簡直是針尖對帽掌啊！穆小姐運氣不錯，居然能走到這一步。不過野路子終究是野路子，今天我會讓你親眼見識一下，什麼是真正傳承了100年的非遺正統手藝，是嗎？那我拭目以待，希望蘇小姐的手藝能有你的嘴皮子大。我們婉柔從小就繼承了蘇家的頂級修復天賦，這次對決，她一定會讓某些投機取巧的人知道什麼叫差距。陳教授，您的這位高徒雖然有些小聰明，但做人還是踏實點好。今天的比試，我們婉梅可不會手下留情。就是旁門左道，終究是難登大雅之堂，在絕對的實力面前，冒牌貨終究是要現出原形的。冒牌貨，蘇建國林繪畫，我们走着瞧，看看到底誰才是那個現出原形的冒牌貨。16進8對決賽正式開始，本次考題是修復半殘古代山水側版，要求最大限度還原原作筆意。穆青，今天就讓你看看什麼叫正統非遺傳承人的底蘊。果然是我當初留下的筆記。我的好妹妹不知道的是，這本筆記記錄的其實只是我對山水畫其中一類畫風的研究，並沒有附原作的背景考據。你想抄近路一步登天，最後只能落得個粉身碎骨的下場。怎麼寫的這麼複雜？不管了，時間不多了，先下手為強。蘇小姐開始下筆了，看蘇小姐胸有成竹的樣子，肯定是蘇小姐晉級。我看這個穆青也很有實力，前2輪比賽他分數也很高，萬一逆襲了呢？我看不過是運氣比較好，蘇小姐可是拿過非遺傳承人獎杯的，這冠軍肯定非蘇小姐莫屬。這是明代藍銀臥起的作品，藍銀臥起畫風草勁，用墨極重，唯獨山石折帶處會用極淡的石青進行分明，以體現山川之靈氣。蘇婉柔，你偷了我的筆記，卻根本不懂畫理。好一個石青分魔法，筆意相連，神韻不失啊！這幅畫不僅修好了，連原作的筆墨氣韻都盡數還原了。這是失傳的石青分染法接筆。至於蘇二小姐這幅僧侶生硬刻，位置原作氣韻相去甚遠，沒有真正領會原作要表達的意義。這不可以，我是按照最正統的範本修的，我的手藝怎麼可能不如他？16進8對局，20號選手穆青成功晉級8強。我不服，這比賽有黑幕，陳文德是他的師傅，你們評委團分明是看在陳教授的面子上故意偏袒他。這個穆青根本就是個野路子，憑什麼能贏我？夠了，蘇婉柔，這裡是比賽現場，注意你的言行。本屆大賽全程直播，所有評分標準公開透明。若再無理取鬧擾亂賽場秩序，本將直接取消你參賽資格，並通報全行業，終生禁賽。對不起，評委老師，小女一時氣糊塗了，我們這就帶她走。查到了嗎？那個穆青到底是什麼來頭？我這心裡老是七上八下的。查什麼查？私家偵探去查了，什麼都查不到，之前的經歷全都一片空白。空白？怎麼會是空白？建國，你說她該不會真的是蘇燕那丫頭死而復生回來找我們了吧？閉嘴！少在這兒疑神疑鬼！我親眼看着醫生開了死亡證明，一個走了的人怎麼可能站在台上比賽？那怎麼辦啊？就這麼眼睜睜看着他贏嗎？老蘇，今天的大賽直播我看了，怎麼回事？婉柔怎麼連個名不見傳的丫頭都贏不了？韓叔叔，不是我不行，是那個穆青太邪門了。他不僅會蘇家的古法修復，今天還用出了石青分染法。你說什麼？石青分染法是当年蘇燕的絕活嗎？我們也覺得奇怪。這個穆青不僅手藝像蘇燕，長得也像，但是我讓人去查，什麼都查不到，簡直是胡鬧。3年前咱們聯手用贗品調包的那幅西山秋季圖，全靠蘇燕在前面當頭，絕對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不然咱們一個也跑不了。那個叫穆青的女人，不管是誰，絕對不能讓她繼續在比賽裡出風頭。
我去聯繫，讓婉柔打復活賽晉級，必須想辦法讓她出局。韓叔叔放心，我絕對有辦法讓他無話可說的被抬着滚出这个赛场。穆小姐，真不好意思，打擾你休息了。恭喜啊，蘇小姐憑借復活賽晉級了呢。穆小姐別生氣，之前在台上是我太衝動失態了。今天我特意帶了省城最出名的糕點，專門來向你賠禮道歉，順便討教一下修復心得。蘇小姐的禮我收不起，如果沒什麼事，請你出去。穆小姐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既然你不喜歡點心，我幫你倒杯溫水吧，看你嗓子不太舒服。來，穆小姐，喝口水潤潤嗓子。既然你還要休息，那我就不打擾了，咱們賽場上見。全國古董修復大賽8強賽正式開始。不好，有人在工具上動了手腳。果然是你，蘇燕。只有你才會對這種花粉製劑有這麼強烈的過敏反應。時間到，8強賽結束。20號選手穆青分數達標，成功晉級決賽。蘇燕，就算你僥倖進了決賽又怎麼樣？這一次，我要你再也回不來。慢點兒，醫生說你這次過敏引發了急性呼吸道反應，千萬不能亂動。謝謝師傅，又讓您擔心了。師傅，我沒事。蘇婉柔這是在試探我。你這次太冒險了，醫生說你是重度吸入性過敏，差一點就出大事了。評審團臨時加復活賽，讓蘇婉柔晉級，應該是韓天成在背後推動的。他們已經對你的身份起疑心了。他們發現也是早晚的事，只要我拿到決賽冠軍，3年前的冤屈才有機會洗白。還多虧了師父幫助我從蘇家脫身，願意收我為徒。陳教授，我想好了，我要重新開啟屬於我自己的人生。傻孩子，是你的才華和不甘救了你自己，我不過是搭了一把手。不過蘇婉柔這次敢下藥，接下來他們一定會使出更瘋狂的手段，我們得加快速度。剛出院，怎麼不好好休息？離決賽還有一段時間呢。決賽前這幾天是蘇家防備最失陷的時候，我必須盡快查清真相。關於那幅畫，我這幾年一直在暗中調查。3年前，韓天成大張旗鼓地宣稱要將西山秋澤圖的真跡捐贈給收藏館。韓天成視財如命，怎麼可能捨得捐贈真跡？當時韓天成確實宣揚要捐贈，甚至請了我去做現場鑑定。可就在交接的前一天，韓天成突然聲稱畫作被調包，等找回來時，畫作已經被嚴重損毀，根本無法辨認。這幅畫就是我修復的，好一個監守自盜，把我推出去當替罪羊，毀了我的人生。他們倒過得瀟灑。師傅，我必須拿到當年的鑑定和備案檔案。這幅畫是我接手過的，我能認出來。沒問題。明天我以研究決賽課題為由，讓你作為助手進入古董檔案庫。蘇婉柔，3年前你欠我的，這次我要加倍拿回。
陳教授，您可是稀客，聽說您最近在研究決賽的古畫課題，需要調閱哪一部分的檔案？我需要調閱3年前韩天成會長送來備案的那幅宋代西山丘意圖的鑑定報告，還有入庫前的無損掃描高清照片。陳教授，那幅畫當年出了意外，屬於封存檔案，按規定一般人是不能看的。我是古董收藏馆的终生名誉顧問，带我的助手来进行学術對比，也不行嗎？行，當然行。陳教授您請，我這就給您開內庫的大門。陳教授，這就是當年西山丘記圖的所有備案資料了，您在閱覽桌這邊看，看完了叫我。多謝，你先去忙吧。阿爷，师傅，您看这里，这棵古松的枝丫接笔处，墨迹邊緣有極細微的暈染毛刺，這是深宣的物理特性。但西山丘教圖的真跡明明是畫在特制的宋代熟絹上的。沒錯，宋代熟絹墨色入骨，絕不會有這種毛刺。而這幅照片上的畫，用的分明是清代晚期的禪衣間仿成片，真是天大的諷刺！畫送來備案的第一天，用的就已經是贗品。也就是說，3年前韓天成聲稱真跡，在運送途中被盜賊調包損毀，根本就是一場自導自演的戲。他們在交接前就已經調換了真跡，當初我以為只是蘇婉柔和韓天成的手筆，看了這個公章我才明白。這是整個蘇家給我挖的坑，他們用贗品騙過了所有人，還讓我去背這天大的黑鍋。蘇建國、林慧華、蘇婉柔、韓天成，你們為了一己私欲毀了我的一生。這一次，我要在全國決賽的舞台上，讓全天下的人都看清你們的嘴臉。爸媽，韓叔叔，出大事了！那個穆青在暗中調閱3年前西山丘造圖的備案檔據。你說什麼？她一個不知道哪兒來的丫頭，怎麼能拿到古董師的內庫調閱權？老蘇，別慌，這個穆青背後有陳文德撐腰，肯定是為了3年前的事兒。陳文德這個老東西，偷偷摸摸的查了3年，真是難查。韓叔叔，如果真讓他們查出來什麼，我們就徹底完了。帶幾個人去查，把這個穆青的底細翻個底朝天，我看看他到底是誰敢插手我的事。哥，別翻了，這屋裡連張照片都沒有，除了這些修復工具，就只有這些中藥包。真是順不過的病癢子。走，回去復命。真讓你料準了，韓天成和蘇家果然按捺不住，派人去抄你的底了。他們做賊心虛，我既然敢不明改姓的回來，就不會留下任何關於蘇燕的痕跡。可這樣一來，他們沒有拿到證據，接下來只怕在賽場上會盯得更緊。身份被發現是遲早的事，讓他們盯，他們越急，露出的馬腳就越多。管你什麼穆青，我今天一定要查出你的真面目。重度肺部損傷，還有花粉過敏禁忌症。蘇燕，你果然沒死。穆小姐，真巧，決賽馬上開始了，你身體好些了嗎？好多了，不勞蘇小姐費心。穆小姐技藝高超，婉柔一直很佩服。我姐姐生前也是修復師，今天我特意帶了她生前最愛用的一支羊毫筆，不知道穆小姐有沒有興趣試試？穆青，我的好姐姐，這可是你親愛的奶奶臨終前親手送給你的筆，你曾經當作寶貝一樣供着，不知道現在再看有什麼感受？蘇小姐客氣了，我這人習慣了用硬毫，這種羊毫我用不慣。
這筆既然是你姐姐的東西，你還是自己留着吧。苏燕，你为什么不直接走了呢？还要一次次的回来搶走属於我的一切。爸媽，不用再查了，那個穆青就是蘇燕，她根本就沒有死。婉柔，你胡說什麼呢？那丫頭不是醫生都開死亡證明了嗎？我們都親眼看見了呀。婉柔，這種事可不能亂說。我看過就診記錄了，穆青的肺部重度損傷，而且她和蘇燕一樣對花粉重度過敏，她就是蘇燕，我們都被她騙了。不用再查了，那個穆青就是蘇燕，她根本沒死，怎麼可能？她可是當我們滅火化的。曹队長，出大事了！那個穆青應該就是蘇燕，蘇燕她根本沒死。到底怎麼回事？韓叔說，穆青就是蘇燕，我100%確定，她對花粉過敏的症狀和蘇燕一模一樣，而且那些失傳記錄，除了蘇燕還有誰會？腦子裡出死而復生，她肯定是衝着那幅畫來的。這丫頭留不得！韓會長，她畢竟是我親生的，要不給她點錢，把她送出國得了。妇人之仁，她要是把当年的事情抖出去，我們全得去坐牢。行了，決賽前的資格複審，我會安排人做手腳，以身份問題取消她的參賽資格，不能再這麼由她鬧了。阿燕，有件事必須告訴你，你當初確診時恰逢肺部急性感染，醫生才預判只剩3天。我托人打聽到，現在海外陰性對症治療藥物可以大幅改善你的病情。真的？是真的，只是獲取渠道難度極大，我還在想辦法。陳教授您好，我是古董修復師周明宇。聽說古董修復大賽的黑馬穆青是您的徒弟，連蘇晚包那樣的天才修復師都輸給了他。我今天來就是想一睹真容。穆青小姐，熱身賽敢不敢和我選同樣的修復題材，當眾比一比？靠着關係進來的人，手藝到底有幾分真？我還真想見識。我的手藝真不真，自有評委們分辨。你有閒工夫大半夜過來挑釁，不如回去多練練基本功。我看過你上次脫撇的那幅山水側墊，江水比例明顯有問題。雖然不知道你使了什麼見不得人的手段，陳教授一封收你為徒，但我一定會證明你根本不配。蘇婉柔那套虛名還真是騙了不少人。組委會要求所有決賽選手提交身份背景證明進行複審，3天內交不齊的視為自動放棄決賽資格。這麼突然的要選手身份複審，看來是韓天成動手了。師傅放心，我既然敢回來，就做好了萬全的準備。我的完整履歷在這裡，包括海外學習證明和行業推薦信，請過目。陳教授，好久不見。沈小姐，您怎麼回國了？我是這次大賽的特邀評委顧問，許久沒回國，想回來看看現在年輕人的水平。我聽說您收了個徒弟，叫穆青。沈小姐的消息還真是靈通啊，不過能讓你親自回來一趟，恐怕不是當評委顧問這麼簡單吧？果然什麼事都瞞不過陳教授的眼睛。其實我是為了調查韓天成那個老狐狸回來的。當年我還年少無知，被他用一幅仿造的宋畫騙巨額資金，這筆賬是時候該算了。熱身賽題目為古畫補色，限時3小時，現在開始。又是這種把戲，蘇婉柔你就只會這一招嗎？蘇燕，這一回我看你怎麼撐到決賽。上次算你走運，還能撿回一條命，這次我看你怎麼辦。有意思。哎，你聽說沒？那個黑馬穆青是靠關係進的決賽。他前2輪分數那麼高，應該不會吧？分數高，你去查查他師傅是誰。陳文德教授剛收的關門弟子，評委敢給低分嗎？啊？我說怎麼從來沒聽過什麼穆青，突然冒出來這麼個厲害人物，原來是個走關係的。一個走後門的關係戶，還想出風頭？我要讓所有人知道你是靠關係才贏的。20號穆青選手的古畫補色與原畫氣韻相連，看不出絲毫修補，非常完美。而周明宇選手的作品雖然平整，但補色處略顯堅硬突兀，有些許遜色啊。陳教授，穆青就是蘇燕，對嗎？沈小姐既然都知道了，想怎么开始？我知道你生病的事，我有海外对症药物的渠道，也可以动用我的資源幫你沉冤昭雪，但我需要你配合我，一起扳倒韓天成。成交。沈小姐，合作愉快。
沈曼青这个女人今天居然去了陈文德的工作室，她这次回国动静太大，我怀疑她是有备而来的。韩叔叔，这个沈小姐是不是为了3年前的事回来的？要不要找人警告一下？别胡来，她不是普通人，不能硬碰硬。明天你以汉墨堂的名义带上众礼去拜访，看她的底细，她到底想干什么？沈前辈，打扰您了，晚辈蘇婉柔想來請教幾個關於古董修復方面的問題。蘇小姐客氣了，請進。沈前輩突然回國，是有什麼重要的收藏計劃嗎？沒什麼大計劃，就是當年白手起家的時候被人騙過。現在好不容易事業有了起色，想把當年的債清算清算。畢竟被坑了那麼多錢，總得討個說法。沈小姐說的是誰啊？不知道蘇小姐有沒有聽說過韓天成？您是說韓叔叔？他是正經生意人啊。正經生意人。蘇小姐，3年前的西山秋舊圖案，你真以為行業內沒人知道內情？我突然想起還有事，改天再來請教。韓叔叔，不好了！沈曼青手裡有您交易古畫的憑證，他還說知道3年前那幅畫的內情。韓叔叔，現在怎麼辦？慌什麼？我去處理，你先回去，別輕舉妄動。去沈曼曦的酒店房間，看看他到底藏了什麼東西，小心點，別留下痕跡。我百思不得其解，這個穆青到底是怎麼演的？他天天拿這個筆記本，難道裡面寫的有什麼不能讓人看的東西？你在幹什麼？你是誰？在幹什麼？你給穆青的顏料裡倒了什麼？我就是換個顏料，你管得着嗎？換顏料？換顏料用得着偷偷摸摸？還有，我見過你不是蘇婉兒的助理嗎？放了我吧，是蘇小姐讓我幹的，我只是聽吩咐做事。蘇婉柔派人來的，她為什麼要害我？蘇小姐，你助理在穆青顏料裡動手腳，你知情嗎？你在說什麼啊？我怎麼聽不懂？你助理親口說是你吩咐的。周明宇，你看錯了吧？我助理今天根本沒來賽城。蘇婉柔是拿過非遺傳承人獎盃的修復師，應該不會用這些手段。但你真的是我幸運。複賽的題目為古畫脫貶，限時4小時。化學漿水加急了，纖維收縮會變形，他連這都不懂。就這種水平，還能讓周明宇那些人這麼崇拜，真是沒救了。穆青小姐，你剛剛複賽的表現很出色，有什麼事兒你就直說了吧。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石青分染法裡顏料分層的順序我一直搞不太清楚，有人說是先濃後淡，有人說是先淡後濃，我試了很多次，總是暈色。都不是。石青分散法的關鍵不在濃淡順序，而在每一層的乾濕程度。上一層必須半乾才能上下一層，否則顏色一定會暈。原來如此，怪不得我之前總是失敗。謝謝你，你在古董修復上很有見解。蘇婉柔，複賽你就得了個及格分，你知不知道那幅畫等不起了？是那個沈曼青故意挑刺，他當眾說我漿水比例不對。你少找借口！我手裡的西山秋節圖真跡必須盡快用3層接駁法拆分，你試了整整3年都沒成功，再拖下去畫就要徹底毀了。我已經很努力在學了。努力？你的努力值幾個錢？早知道你這麼笨，我當初就應該把這畫讓蘇燕拆好了再拿走。誰？是周明宇，他怎麼在這兒？還不去追！要是他把事情傳出去，咱們都得完蛋。
之前一直以为蘇婉柔贏不過穆青，是因為穆青有後台，沒想到就是蘇婉柔技不如人。什麼天才修復師，背地裡就是借着修復的謊貌在幹髒活。穆青小姐，我有重要的事告訴你。我剛才聽到韓天成和蘇婉柔的談話，他們一直在用3層接爆法拆撕一幅古畫，就是那幅西山秋界圖。3層接爆法是高難度的修復手法，他們是想用這個來造假古董書畫，千真萬確。韓天成還說要盡快拆分牟利。3層接標法是將古畫的絹本分層揭開，每層都保留原作的筆墨痕跡，再分別補色裝填，一幅真跡就能拆成3幅賣錢。這不是毀畫嗎？所以我拒絕了。然後他就聯合蘇家設計栽贓我入獄。郭明宇，你現在知道他們是什麼人了？栽贓你入獄？這麼說你就是蘇家的大小姐蘇燕？蘇家不是說你已經死了嗎？說來話長。蘇婉柔在賽場上一而再再而三的作弊害人，這種人不配做修復師。如果你們有需要，我願意出面指證。決賽正式開始，首輪考核為單層接標，請各位選手就位。蘇婉柔今天怎麼慢吞吞的，完全不像她平時的風格。不知道，先看看吧。這手法劍簡直是教科書級別的操作，多一分力則碎，少一分力則粘連，此等控力非常精湛。這小姑娘未來前途無量啊！又是他，憑什麼他什麼都比我強？決賽第2輪考核補色與接筆，要求在接下的絹層上還原殘缺的山水筆觸，限時2小時。這接筆也太生硬，完全沒領會原作的氣。照本宣科就是這樣的，只能抄個表面。看來這位修復師的手藝也不過如此。蘇小姐，請你當眾講解一下石青分染法的配比原理是什麼？不同絹本的焦燥比例該如何調整？這是我獨自摸索出來的獨家手藝，具體配比不方便外傳。獨家手藝？你連自己的手藝都講不清楚，那你平時是怎麼修復古董？憑感覺？石青分染法核心在於石青顏料與膠瓶水的配比。生宣脂質鬆鬆，用膠要濃，比例約3:1；熟硯質地緊密，用膠要淡，比例約5:1。分染時，上一層必須半乾才能上下一層，否則顏色一定會暈。蘇小姐這幅作品，正是因為不懂這個原理，補色處才會生硬突兀，墨色浮在表面，沒有滲入原絲。你閉嘴！你算什麼東西？你偷了蘇家的祖傳技藝，這些本來就是屬於我的，是你從我這裡偷走的。他根本沒死，他是刑滿釋放後改名換姓來招搖撞騙的騙子，你們都被騙了！什麼？穆青就是蘇燕？蘇燕不是蘇家的大小姐嗎？3年前盜寶入獄的那個，不是前段時間聽說病逝了嗎？沒錯，她就是蘇燕，她坐過牢，這種人根本不配參加這種高規格的比賽。組委會必須取消她的資格，她這是欺詐！不用猜了。我就是蘇燕，大家都聽見了吧？她就是蘇燕，我們蘇家的大女兒。她當年就因為盜畫入獄，現在居然假死換個身份混進比賽，她肯定沒安好心。各位評委老師，她都親口承認了，她就是當年盜畫涉案的蘇燕，用假死的新身份騙取參賽資格，這種品行不端的人根本不配出現在全國大賽的賽台上，快取消她的參賽資格。蘇小姐，你方才所言當真屬實？我是蘇燕沒錯，但3年前調包古畫栽贓陷害我的人根本不是我。3年前。是蘇婉柔趁我臨時離開畫房，將古畫真跡換成贗品，再把偽造的境外交易資料塞進我的儲物櫃，最後哄騙我簽下了贗品的驗收單，害我含冤入獄，整整3年。各位評委可以看這份交付畫價的備案記錄，我簽字驗收之前，真跡就已經被人調包了。備案照片裡的贗品用的是清代禪衣間仿造的熟絹，墨色邊緣有明顯的暈染毛刺，而當年修復的真跡用的是宋代原裝熟絹，墨色入骨，筆觸平整，絕不會出現這種暈染毛刺，這是其一，也是最直接的物證。他胡說八道，這些東西都是他偽造的。他就是記恨我，故意在陷害我。是不是偽造？調取當年的文物檔案，核對材質便知。除此之外，我這裡還有更關鍵的證據。這是蘇燕從7年前開始記錄的原始修復筆記，每一頁都有當日的修改痕跡、修復細節與落款日期。所有記錄全部早於蘇婉柔對外宣稱的任何原創修復作品。蘇婉柔這些年引以為傲的獨家修復技術，全部是從這本筆記上抄來的皮毛。這技法，這確實是蘇燕早期的風格。我在行業雜誌上見過她之前的舊作。蘇婉柔果然有問題，她這麼多技法都是抄來的，還敢說是什麼獨家技藝？這些是蘇燕早就設好圈套害我的，是她故意寫的假筆記。這些筆記全都是我7年前一筆一畫記錄的。那時候你剛進蘇家，連毛筆都不會拿，
整天只知道跟在爸媽身後撒嬌賣乖。你倒是說說，我7年前怎麼知道你會偷我的筆記？不可能，這一定是你偽造的。我用的全部都是我的獨家絕學。決賽的終極考核本就是多層揭表。蘇婉柔，你既然說這些技藝是你的獨家絕學，不如我們當場比試3層揭表法。如果你能做到，我蘇燕當場認輸，從此退出修复界。说你身體不適，改天再比，別答應他。比就比，誰怕誰？你以為我怕你嗎？給他們準備備用考題吧。不過如此，有什麼難的？住手！畫裂了，快停下！不可能，筆記上明明就是這麼寫的，先濕敷再下刀，怎麼會裂呢？筆記上寫的是步驟，不是手感。你不懂绢本的纖維走向，不知道哪裡該輕哪裡該重，強行接第2層就是在毀畫。這本筆記在你手裡3年了，你只抄了皮毛，一點精髓都沒學到。他能行嗎？3層揭表，我就只聽說過，沒親眼見過。看着吧，蘇燕是難得一遇的修復天才，手法老練，不會錯。這是手法極其完美精確的3層揭寶法，今日能親眼得見，是我等從業者的榮幸。比賽完成了，但當年的事不僅是蘇家，更有韓氏集團董事長韓天成的手筆。當年韓天成想將西山秋季圖拆成3層分別售賣，一幅變3華，謀取3倍暴利。他先是聯合蘇家設計我入獄，然後再培養蘇婉柔學習3層揭寶法。只可惜蘇婉柔學藝不精，試了3年都沒能成功。你血口噴人！你是因為坐牢懷恨在心才惡意誹謗，你有證據嗎？你拿不出證據就是污蔑。證據？韓天成，你的人昨夜潛入我的酒店房間行竊，想要偷走你當年交易假畫的海外流水證明。真不巧，行竊過程被我全程錄下。天啊，這是當場抓到賊了！韓天成居然派賊去偷東西。此外，我這裡還有韓天成多年來售賣假畫的部分交易記錄，涉及金額高達數千萬。這些年，他打着收藏協會的旗號，幹的卻是坑蒙拐騙的。請問你真的派人入室行竊嗎？3年前的西山秋圖失竊案，是否真的是你一手策劃的陰謀？放告，讓開，都給我讓開！經過評委團一致肯定，本屆全國古籍修復大賽冠軍是蘇燕。同時，組委會鄭重宣布取消蘇婉麗的所有比賽成績與行業榮譽，並立即啟動行業內部調查程序，後續調查結果將向社會公開，相關涉案線索已同步移交公安機關。蘇先生，請問您對蘇燕當眾舉報蘇婉柔剽竊技藝、陷害入獄是怎麼看？您是被迫的還是利益所趨？林女士，您當年親手送大女兒入獄，現在真相大白了，您有什麼話想對蘇燕說嗎？讓開，讓開！我們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做得很好，你終於用自己的名字堂堂正正地站上了领獎台。師傅，沒有您，我走不到今天。對了，有個好消息。沈小姐幫忙聯繫的海外對症藥物已經有了眉目，很快就能拿到。大葉，你有救了，一定要好好活着，把技藝傳下去。3年來，這是我第一次對活下去生出了真切的期待。退錢，立刻退錢！蘇家自詡名門正統，結果連大名鼎鼎的蘇二小姐都是個剽竊犯，我們怎麼敢把千萬級的古畫給你們修復？這位老闆，消消氣兒，消消氣兒啊！那都是謠言，我們蘇家的手藝絕對沒問題。哼，少廢話，白紙黑字寫着，因乙方聲譽受損導致合作終止，雙倍賠償違約金。明天見不到錢，我們法庭上見。師傅，比賽結束了，但整件事情還沒完。西山秋季圖的真跡還沒有下落，只要那幅畫一天在韓天成手裡，就多一分被毀掉的風險。我打聽到了一些消息，韓天成這些年靠着真假混賣攒下不少身家，名下有好幾個隱秘的藏畫倉庫，其中最可疑的是城郊的一處私人別院，守衛森嚴，從來不讓外人進入。私人別院？對，那別院表面上是個休閒度假山莊，實際上地下有恆溫藏畫城。我派人盯了幾天，出入的人都是韓成成的親信，連送飯的傭人都是他自己招的，外人根本混不進去。韓天成已經有了防備，門口派人守着，硬闖肯定不行。我倒是有一個辦法。韓天成這人最大的弱點就是貪婪，貪得無厭。只要讓他覺得有利可圖，他自己就會露出馬腳，主動把畫拿出來。引蛇出洞，
我们可以放出消息，说有海外藏家愿意出天价收购宋代郭熙流派的真迹，而且不追究来源。韩天成这些年一直被西山秋泽图卡在手里，苏婉柔接不失败，画卖不出高价，他心里急得很。如今有个冤大头愿意高价收，他大概率会动心。可行，但谁来扮演这个海外藏家？我在海外收藏圈还有些人脉，安排一个可靠的朋友出面不难。那人以前是做拍卖行的，经验很足。韩叔叔，那幅画现在怎么办？苏燕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现在已经恢复了行业名誉，还有陈教授和沈曼青帮他。还不是你不成器？3年了，3层接标法都学不会。你要是能早点把画拆开，咱们早就卖了钱，远走高飞了。喂，什么？有人愿意出3000万收郭熙流派的真迹，不追究来源？天无绝人之路。有人愿意高价收那幅画3000万。韩叔叔，苏燕肯定在盯着咱们，这会不会是个圈套？圈套，有钱不赚才是糊涂。我準備先出售1層半成品，回籠資金再說。韓天成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他只在乎那幅畫能賣多少錢。我在他眼裡不過是個隨時可以丟棄的棋子。聽說先生對宋代古畫很有興趣，只要東西好，價格不是問題。但我得先看貨，沒見到貨之前，一切免談。貨在我手裡，安全的很，但現在不方便帶出來，目標太大。不過我可以給你看樣品，證明我說的是真貨。就是這幅畫，這殘片邊緣的絹絲紋理，正是我當年修復西山丘教徒留下的痕跡。這片防潮處理的細微標記，這世上只有我認得出。確實是古膠，墨色也不錯，但這只是一小片。整幅畫呢？我要看整幅畫的狀態。整幅畫在我倉庫裡，安全得很。交易要等我確認你的實力後再說。你也知道，這種貨色不是誰都能接的。好，我等你的消息，但別讓我等太久，我的耐心有限。3天之內看不到整幅畫，我就找別人。一定，3天之內給你答復。確認了。就是那幅西山丘集圖，殘片邊緣還有我當年做防潮處理時留下的細微標記。畫的情況怎麼樣？還能修復嗎？從殘片的損壞程度來看，蘇婉柔這3年一直在嘗試接布，手法粗暴，絹層纖維多處斷裂，再拖下去，這幅頂級古畫就要徹底毀了。我們一定會把它奪回來，一切的。師傅，我想起一個人。他可能知道真跡的下落。誰？當年蘇家畫坊有個幫工人稱老方，是韓天成安排進來的，全程在場。事後韓天成給了他一筆錢，把他打發到城郊倉庫去了。找到他就是重要證人，還知道韓天成倉庫的具體位置。蘇管家，我是蘇燕，您還記得幫工老方嗎？他現在住在哪裡？他住在南水街432號。大小姐，您找他做什麼？我想找他問點事兒。關於那幅畫，3年前我膽小怕事，沒能站出來幫您，眼睜睜看着您蒙冤。現在我老了，不想臨死前還昧着良心做人。如果您需要我幫助，儘管開口。說，謝謝你。老方，別緊張，我不是來尋仇的。我什麼都不知道，你們找錯人了，我不認識你們。這是西山丘記圖的殘片。你親眼看着韓天成他們調包真跡，韓天成都敢拆古畫賣錢，早晚敗露，他不會放過你。現在說出真相，爭取寬大處是你唯一的出路。好吧，我說，當年是韓天成和蘇建國夫婦合謀，蘇婉柔執行，我放風。這當年蘇婉柔每月都去倉庫試畫，次次失敗，韓天成罵了他無數次，還發過好幾次火。這是城郊倉庫內部布局圖，真跡在地下藏室橫紋櫃裡，地下藏室有2個入口。一個在大廳後，一個在廚房下面。這就是城郊倉庫的地下藏室啊！真跡就鎖在最裡面的橫紋櫃裡，密碼只有韓天成一個人。我已經聯繫了行業協會的3位理事，他們同意派人協助。
調查組明天下午就能到位。事不宜遲，明天就行動。拖得越久，韩天生越有可能轉移陣地。我的人也可以幫忙，在外面守着，防止韓天生的人逃跑。韓天成耳目眾多，你們千萬小心。那人手段狠辣，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真迹就在地下藏室，从大廳後面的樓梯下去，左轉第3個房間。不好，着火了！韓天成要毀屍滅跡。快進去看看！韓天成這個老狐狸又來晚了。這些都是古董，有些還是明清時期的真跡，他就這麼一把火燒了。韓天成在行業協會內部有眼線，可能我們通知調查組的時候，消息就已經漏了。這裡燒的應該都是些帶不走的贗品。那現在畫在哪兒？他要是把畫藏起来，我們可就真找不到了。放心，他現在名聲臭了，国內沒有任何機構和藏家敢接盤。老板，下一步怎么办？他们那邊肯定還會繼續追查。下一步，當然是找個背鍋的拖延時間。蘇建國那個，養了他這麼多年，早就該派上用場了，讓他去頂罪。韓會長，您找我。老蘇，咱們認識多少年了？當年要不是我拉你一把，漢墨頭早就倒閉了。韓會長說的是，但是咱們現在是一條船上的螞蚱了。為了那幅畫，我可是搭進去一個女兒呢。我就直說了吧，畫的事你出面擔下來，我承諾照顧好你夫人和蘇婉瑤，再給他們一大筆錢，足夠衣食無憂。韓會長，你是要我頂罪？這可是要坐牢的，我都一把年紀了。你現在還有別的路可走。蘇燕下一步就是追究你的責任，你替我扛下來，我保你全家平安。說不看在親爹的面子上，就不追究了，給你1天時間考慮。建國，不能答應！韓天成那個老狐狸過河拆橋，他的話能信？等他出了國，我們就是死路一條。不答應怎麼辦？等蘇燕來告我們，等債主來收房子。韓天成燒了倉庫，說明他已經慌了，但他還沒把畫運出本市，否則不需要多此一舉。燒掉贗品是為了拖延我們的時間，但他把畫藏在哪兒了呢？倉庫已經被燒了，別院又太顯眼。蘇小姐，我突然想起韓志成除了那個倉庫，還在城西租了一個地下室，專門放修復工具和材料。那地方很隱蔽，連我都沒去過，但我聽他提過幾次，說是備用庫房。具體位置知道嗎？只知道在城西古董街附近。老闆，您認識這個吧？這是古卷殘塊。韓天成租了您店裡的地下室，對不對？裡面放的是什麼？您比我清楚。現在說出來，對您有好處。包庇也是要承擔連帶責任的。韓天成的案子遲早要查清楚，您現在配合，還能爭取從輕處理。您自己選。我說，韓天成確實租了地下倉庫，今天下午就要運走一批東西，但運的什麼我真的不知道，你們要查就查吧。站住！找到了，《西山秋季圖》。不對，這是贗品。贗品？畫的這麼像？這畫的修復手法和蘇婉柔如出一轍，我一眼就能認出來。韓天成用贗品調虎離山，我們又中計了。這贗品的補色手法有幾個致命破綻，都是蘇婉柔的老毛病。也就是說，蘇婉柔最近肯定接觸過真跡，仔細地觀察了每一筆。蘇婉柔一定知道真跡的下落。韓天成現在四面楚歌，
蘇婉柔受韩天成压制许久，肯定在给自己留后路。那你想怎么办？等他会来找我。我再给你1周时间，必须学会3层阶表。再学不会，我就把所有罪名推给苏家。到时候你就去局子里慢慢学吧。韩叔叔，我真的做不到。苏燕也是从小学了好多年才学会的。我怎么可能1周内就学会？做不到，那就等着坐牢吧。你以为你还有別的出路嗎？韩天成，你个老東西，既然你不仁，就別怪我不義。想讓我當替罪羊，門都沒有。既然要死，那就大家一起死好了，誰都別想好過。蘇婉柔發的信息，真話可能在韓天成的私人酒莊。這個信息太突然了，很可能是陷阱。韓天成現在狗急跳牆，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酒莊那種地方肯定有他的人守着。沈小姐說的對，我們先派人去打探一下，確認安全再行動，不能冒這個險。沒時間了，韓天成現在隨時可能把話轉移出城。蘇婉柔這時候反水是意料之中的事，她想借我的手報復韓天成，同時給自己留條後路。那你打算怎麼辦？兵行險招，直接去找。我帶調查組的人一起去，你們在外面接應。信息上說，暗門在酒架後面，密碼是韓天成的生日，6位數。找到了，終於找到了，3年了，終於又重新見到你。老闆，不好了，酒莊的藏畫櫃被人打開了，畫被拿走了。什麼？誰幹的？是蘇燕，她帶了一群人進去，還有調查組的。臭丫頭，敢3番5次的壞我好事！本台最新消息，韓氏集團涉嫌重大古董造假及走私。今日開盤，韓氏集團股價開盤即跌停。據知情人士透露，其合作銀行已全面凍結韓天成名下資產，催繳數十萬貸款。韓氏造假帝國面臨徹底土崩瓦解。老闆，好幾個客戶都要求退貨退款，說咱們的貨有問題，還有人在行業協會舉報我們賣假畫，都上報紙了，咱們韓氏集團完了。你給我閉嘴！蘇燕，都是因為你，我韓天成這輩子還沒這麼狼狽過。建國，我們的別墅、商鋪全被中介壓了半價變賣了，那些債主天天堵在門口，連婉柔的銀行卡都被凍結了，這日子沒法過了呀！報應，都是報應。我們害了燕兒，老天爺都看不下去。哥，當年的事兒，你們真的做錯了。燕兒是你們親生的女兒啊，你們怎麼能為了點錢把她送進監獄？現在說這些還有什麼用？小姑姑，你不用再勸了，我不會原諒他們的。做錯事就該付出代價，這是他們教我的道理。當年他們親手把我送進監獄的時候，也沒想過我的死活。師傅，這幅畫因為我受了太多苦，我必須親手把它修好。旁人不知道它的紋理走向，只能我來。阿燕，你的身子才剛好一些，別太拼命。醫生說了，你還需要靜養至少1個月。陳教授說的對，你元氣大傷，不能太勞累。沒關係的，我的身體我清楚。這幅畫絹層受損嚴重，我得先用濕蒸法軟化纖維，然後一層層加固。整個過程可能需要1個月。時間不是問題，你的身體才是最重要的。特效藥已經到了海關，很快就能拿到。累了就休息，千萬別逞強。這幅畫在韓天成手裡遭了3年的罪，是時候恢復它的原貌了。燕兒，媽知道錯了，媽是一時糊塗被韓成騙了，你原諒媽好不好？咱們是一家人啊，你就忍心看着你爸躺在醫院嗎？一家人？3年前你們親手把我送進監獄的時候，可曾想過我們是一家人？我在牢裡咳血、發燒、被人欺負的時候，你們可曾來看過我1次？我沒有你們這樣的父母。從你們把我送進監獄的那一刻起，你們就不是我的父母。我不需要你們的道歉，因為道歉換不回我那3年。我不恨你們了，但我也永遠不會原諒你們。那個沒良心的蘇燕，她根本不認我們，我好話說盡也沒用，她還讓保安趕我走。建國，我們這下真的完了。我早說過他恨我們。當年是我們做的太絕了。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要不是你們當初非要捧我，非要跟韓天成綁在一條船上，我們能落到今天這個地步？你還有臉說？要不是你學藝不精，連個3層階表法都學不會，韓天成能翻臉嗎？
要不是你在大赛上被人当众拆穿，咱们汉墨堂能一夜之间垮台？怪我，当初是谁逼着我去偷他的笔记？是谁讓我去画坊调包古画？是你们把我推到台面上当幌子。现在出事了，责任全扣在我头上了。别吵了，都别吵了！老板，不好了，银行那边正式冻结了咱们所有对空账户和您的私人账户，合作方全都撤资了，楼下堵满了要债的人，快拦不住了。慌什么？联系好的船呢？今晚就走。走不了了，码头被盯死了，还有跟着您的几个老兄弟都卷着仓库里剩下的几件古玩跑了，这下真的走投无路了。废物！被告人韩天成犯倒卖文物罪、故意损毁文物罪、詐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苏建国系共同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鉴于其身体状況，准予保外诱征。被告人蘇婉柔因故意傷害、欺詐經營，依法處以行政處罰，並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終身禁止進入文物修復行業。建国，我們真的什麼都沒了，別墅被強行拍賣了，卡裡1分錢都取不出來。那些親戚朋友一聽說我們家出事兒，微信拉黑，電話不接，個個躲我們像躲瘟神一樣啊！因果報應，這都是報應啊！林慧蘭，你女兒蘇婉柔之前在我們公司接了10幾件古玩修復單子，現在刑協已經證實她根本沒有資質，全是用機器和化學藥水糊弄。我們老總說了，立刻賠償3000萬損失費，否則法庭上見。蘇小姐，這是我們博物館珍藏的明代絹本山水，點名只要您親自操刀修復，價格您隨便開。蘇小姐，我兒子也是學修復的，您看能不能收他當個徒弟？學費多少都不是問題。各位的好意我心領了，但我最近精力有限，暫時不接私活，也不私自收徒。師傅沈小姐，我有個想法，我想成立一個古法修復研究院，把石青分染法、3層接表法這些失傳的技藝系統的整理出來，寫成教材，一代一代傳承下去。好主意，我老了，但這些手藝不能老。我出任研究室的顧問，有什麼需要我的地方，儘管說。能教的我全教，不留私貨。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這些技藝傳承下去，我死也瞑目了。資金的事不用擔心，場地我來提供，你只管專心做研究和教學，其他的交給我。錢的事不用操心，算我入股。蘇燕小姐，我以前有眼無珠，盲目崇拜蘇婉柔，對您出言不遜，說了好多混賬話。現在我真心想跟您學手藝，什麼苦都能吃，什麼活都願意幹。你的心是正的，路沒有走歪。從明天起，你就是工作室的第一個學徒。謝謝蘇老師，我一定好好學，再苦再累我都願意。大小姐，這是您奶奶留下的那支羊毫筆，當年蘇婉柔搶走後，我趁她不注意偷偷收了起來，一直保存到現在。今天該物歸原主了。這是奶奶的字，我認得。小時候她就是握着這支筆教我寫字畫畫。老太太臨終前把我叫到床邊，說這支筆只傳給心性純良、手藝過硬的人。她把這些話刻在筆桿上，就是希望您能守住本心，不要被名利迷了眼。蘇管家，謝謝你，這支筆比我這輩子見過的任何古董都珍貴。奶奶的手藝和心意，我會一代一代傳下去，絕不辜負她。大小姐，研究室那邊缺不缺人手？我想去幫忙打點雜物，這輩子忙活慣了，不想閒着，讓我幫您做點力所能及的事兒吧，也算是贖我這3年來的愧疚。求之不得，有您在，我心裡踏實。這些是你奶奶一輩子的心血，裡面記錄了很多失傳的古法和她的心得體會。有些東西連你爸都不知道，這些東西本來就該屬於你，現在終於能交到你手上了。小姑姑，謝謝你，也謝謝奶奶，我會好好保存，好好研究。蘇燕，不，現在該叫你蘇首席了。你重構石青分研法的報告我們都看了，真是後生可畏啊。蘇小姐年紀輕輕就有這等造詣，還把失傳技藝整理傳承，這是我們行業的福氣啊。
以前那些老師傅都是藏着掖着，把手艺带到棺材里，太可惜了。蘇守奇，下个月行業協會換屆，我們幾個歷屆你出任行協最年輕的常務理事人選之一，你可千萬不要推辭啊！多謝各位前輩抬愛，但我只想專心做修復、傳技藝。行業協會事務繁忙，我實在分身乏術，理事一職，還請前輩們另擇高賢。蘇小姐。這幾天全網都在關注您3年前的那場冤案，從墜落谷底到如今讓頂級古董重現，外界很好奇您誰恨過蘇家，恨過您的父母嗎？恨過。剛出獄那會兒，我每一天都在恨，我恨他們偏心，恨他們毀了我的人生。我在裡面的每一天都在想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對我。那您會不會和他們和解？畢竟是親生父母，血濃於水，傷害已經造成了，我不會假裝釋懷，也不會原諒，各自安好就是最好的結局。他們過他們的日子，我過我的。互不打擾就是最好的結果。蘇老師，這塊補色的過渡怎麼處理？我怎麼看不出您是怎麼銜接的？看原畫的墨色走向，藍鷹晚期的用墨習慣是左濃右淡，補色時必須遵循這個規律，不能憑感覺亂來。好了，終於修好了，你再也不用受苦了，我欠你的還清了。這修復水準簡直精湛，恢復得如此完美，我修了40年畫。沒見過這麼精湛的手藝，燕雪堂首席的手藝，各位還滿意吧？等燕雪堂開業，各位可都要來捧場啊！蘇小姐天賦異稟，技藝高超，這是咱們行業的幸事啊！3層接表法能在她手裡重見天日，老祖宗也會欣慰的。3年前，我因為你跌落深淵，背負罵名，在絕望與病痛中掙扎。3年後，我親手將你一片片縫合，洗淨你的冤屈，也洗淨了我自己的冤屈。你見證了我的磨難，也見證了我的堅守。師傅，這幅畫歷經磨難，不該再被私人收藏，它應該被所有人看到，被好好保存，讓後人也能欣賞到它的美。我想把它捐贈與古董收藏館。說得好，讓它回歸公眾是最好的歸宿。它不屬於任何一個人，它屬於所有人。我支持你的決定。感謝蘇小姐為文物保護做出的卓越貢獻。這幅《西山秋季圖》將永久收藏於我館，供所有人觀賞研究。您的名字將和這幅畫一起被記錄在館史中，後人都會記得你。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再次公開講解3層接表法的保護原則。這項技藝是古人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它的本質是修復和保護文物，絕不是用來造假牟利的工具。任何借技藝為名行不義之事的人，終將受到行業和良心的雙重審判。我希望所有從業者都能守住這條底線，讓這門手藝乾乾淨淨地傳下去。憑什麼？憑什麼你能在台上當英雄？而我卻要在這裡背負一輩子的債務，像老鼠一樣活着。那曾經是我的位置，我才是蘇家最優秀的大小姐啊！今天我正式為燕雪堂揭牌，這是我徒弟蘇燕的心血，也是我們這個行業的新起點。燕雪堂3個字，寓意如硯台般沉穩厚重，如雪般純淨無瑕。願這裡能成為古法修復技藝的傳承之地。燕雪堂將承接高難度的古畫修復，同時開設公益課程。免費向年輕作業者傳授古法修復技藝，我希望有更多人真正熱愛這門手藝，而不是借着手藝謀取私利。技藝傳承，責無旁貸。我可是蘇老師的第一個徒弟，你們以後都得叫我師兄。師兄好福氣啊，能跟着蘇老師學手藝，咱們可都羨慕你呢。從這幅畫開始，先觀察，不要急着動手。告訴我，你看到了什麼？絹面有霉斑。邊緣有撕裂，墨色有脫落，左上角還有水漬的痕跡，右下角有個小洞。不錯，觀察力還可以，但還不夠。你要看到更多，看到它的年代、它的作者、它的修復歷史。只有看懂了畫，才能修好畫。修復師的第一課不是動手，是動眼和動心。蘇小姐，復查結果非常好，只要你繼續按時服藥，定期復查，你已經和正常人沒有任何區別了。謝謝醫生。3年前，我拿着只剩3天壽命的診斷書走出這裡，滿心都是不甘、怨恨與絕望，恨不得和蘇家同歸於盡。如今冤屈得消，我回來了。師傅，我以前從來沒想過自己還能有這樣平靜的日子，以前覺得能活過明天就是萬幸，現在每天醒來看到陽光照進房間，我就覺得特別滿足。好日子還在後頭呢，你呀就是太拼命，以後要學會放鬆，偶爾也給自己放個假，去外面走走，看看山，看看水，對身體有好處，別把自己繃得太緊。我已經很滿足了。能和您一起喝茶，能坐在修復台前工作，能看着學徒們一天天進步，這就夠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現在每天都在過。你那些所謂的親戚，最近可不少往這兒跑啊，你打算怎麼辦？
蘇家慣用的撒泼打滾的手段，直接让保安趕出去就是。苏叶，你出来！你好狠的心啊！你爸病得下不来床，你连看都不看一眼！你这个不孝女！我们好歹养了你20多年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啊？当年为了几个钱，陷害亲生女儿进监狱，现在孩子发达了，又想回来要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还敢来人家门口闹，跟个狗皮膏药一样，不嫌害臊。林女士，蘇首席交代過，如果你再在這裡聚眾鬧事，打擾研究室的正常秩序，我們立刻報警起訴你尋釁滋事。我以前可是拿過非遺傳承人獎盃的，還在全國大賽上比過賽。又來了，吹牛也不換個新詞兒，趕緊醒醒吧姐，中午盤子多，趕緊幹活，老闆看着呢。下面讓我們有請本年度最受矚目的古法修復大師燕雪堂創始人蘇燕女士上台演講。各位前輩，各位同行，晚上好。今天我不講自己的苦難，那些都已經過去了，不值得再提。苦難不是用來炫耀的，是用來成長的。我想講的是古畫修復的傳承與堅守。我們這一行吃的是手藝飯，守的是良心門。一件古董在我們手裡，可能是一個朝代留下的唯一印記，可能是一個畫家畢生的心血。我們修的不是物件，是歷史，是文化，是子孫後代能看到老祖宗留下的東西。所以，無論外界有多少誘惑，守住底線比什麼都重要。手藝可以傳世，良心更要傳世。希望那道底線，我們能一起守住。他奶奶要是看到他現在的樣子，一定會很驕傲。我們大小姐終於熬出頭了。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本屆大賽的主評委、古法修復非遺傳承人蘇燕女士為參賽選手致辭。站在這裡，我仿佛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古董修復是一門孤獨的學問，這門手藝的傳承從來不是為了名利，而是千百年來一輩輩匠人們用脊梁和傲骨撐起來的堅守。願諸君不負韶華，不忘初心，守住筆墨裡的中國風骨。謝謝大家。蘇老師，該吃藥了。您一工作起來就什麼都不記得，每次都得我提醒。冤屈已雪，記憶有傳。往後的人生，我將帶着熱愛與堅守，一路向前。